初次做披萨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，底部的饼干硬而不熟，表层的芝士烤焦而不拉丝，或者是中心的馅料出水过多。今天通过一款免揉面团的披萨来分享一下如何避开这些问题。先和面，把面粉、糖、盐、酵母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水，继续搅拌至絮状，最后倒入食用油搅拌。这样不仅能帮助面团从盆底分离，还能用油锁住面团内部的水分。密封静置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手上沾一些水，轻轻地提起面团，你会发现面筋已经开始形成了。接下来将面团四周向中心折叠，翻过来向下折叠几次，使表面更光滑。这样反复的折叠和静置可以让面团的内部结构更加均匀，表面更加光滑。然后再次静置20分钟，再来折叠，用湿手再次轻轻地提起面团，你会发现面筋比之前更均匀。如果粘手时就蘸点水，翻过来再向下折叠几次，最后将光面朝上，在室温下发酵1个小时。发酵好的面团不要动手揉，避免面筋变得紧张，影响后期的整形。先在表面撒一些干面粉，然后从边缘开始轻轻地推下去，让面团与盆分离开。取出来放在撒有面粉的油布上，依然是光面朝上。先用手轻轻地按几下，手指并拢，从中间往外慢慢地推，边推边转，将面团整形成中间薄边缘厚的圆形。最后用叉子在面团上戳一些小洞，方便烤的时候透气。在撒配料之前，先预热烤箱，上下火预热至230度。披萨的烘烤是在高温下快速地烤熟底部的饼皮，融化好表层的芝士。因此饼皮和芝士之间的食材建议用熟的肉类，或者是含水量较低的水果和蔬菜，比如榴莲、洋葱、青椒以及各种火腿和熟肉，这样就可以避免食材出水过多的问题。我这次用的是自制的番茄肉酱，水分很少。先不用放芝士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烤8分钟左右，这样既可以蒸发馅料中的水分，也可以避免芝士长时间的烘烤而烤焦。8分钟之后取出来，铺上芝士，再烤7到8分钟。当表层的芝士全部融化，开始微微上色时取出来，你就会得到一份底部松软、表层拉丝效果相当完美的披萨。这款披萨面团通过长时间的静置，形成了足够的面筋，具有很好的延展性，完全不需要手揉。发酵后直接整形，保证了面团的蓬松度。烘烤时我们又减少了芝士烘烤的时间，因此烤好的披萨饼胚松软，芝士拉丝，配料鲜美。我是小敏，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下期我们再见。